世界之大，我总想亲自去看看。哇！去触摸那些遥远而神秘的风景，追寻流传千年的故事。这一次，我来到一个广袤无垠的国度。极境并非遥不可及，它就在我们踏出舒适区的第一步。哇哦！我将在这里展开一场独特的旅程。来到哈萨克斯坦，享受这个大自然，是我这个行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会让我很难忘记。啊，圆梦了，圆梦了！这里横跨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它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如今依旧承载着东西方交流的痕迹。哈萨克斯坦曾是苏联的一部分，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正式独立。30多年过去，伊斯兰文化与苏维埃遗风依然在这里交织共存，构成一种独特的气质。我不远千里而来，只为聆听他的故事，感受他的脉搏。第一站，我来到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它也是全国的经济、文化和科技中心。这里曾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如今已经发展为融合欧亚风情的活力都市。漫步街头，一切都让我既陌生又充满好奇。这座城市会带给我怎样的惊喜呢？谁说探索一座城市一定要从街头开始呢？哇，你看这景色太美了吧！哇，好壮观！我的旅程就从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滑雪场展开。现在呢，我们是在海拔2000，那么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大概是海拔3200公尺。你看，像不像圣诞村？这些房子跟那些松树在一起。再往上，树木逐渐稀疏，最终被皑皑雪峰取代。这里的每一公尺高度都藏着大自然的奥秘。哇，终于到了！这就是琼布拉克滑雪场，中亚最大、海拔最高的滑雪胜地，距离阿拉木图仅25公里，却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琼布拉克滑雪场地呢，是这个地区一个非常顶级的滑雪场地之一。那它这里的风景很美很美。那一到了冬天呢，就是很多运动者聚集的地方。它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来这里征服这个壮观的雪坡。那我今天呢，就约了一个对这个山脉了如指掌的当地朋友，跟他一起要去挑战滑雪。看看我能不能够跟上他的节奏，又或者是向他学习多2招。走吧。Hey Tom, good to see you. Вот, и для нас это очень, для нас это гордость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иметь такие горы, такое место, как Шимбулак. Мы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счастливы, что у нас есть так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иходить сюда, кататься, проводить время, отдыхать, дышать свежим воздухом. Let's go. Cool. Be careful.
Tom 可是哈萨克斯坦家喻户晓的演员兼主持人，也是许多影迷心中的魅力男星，而且他就是地道的阿拉木图人。有他陪我一起滑雪，简直是意外之喜。What are the advice you give me as a beginner? Ну,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конечно, это не бояться, быть смелее и ловкость. Yeah. I want to do jumping off the cliff and somersault and spin. No? Maybe it's next time. Next Yeah. life? No, next life. Maybe. All right, let's go. Let's go. 来阿拉木图不来琼布拉克，等于没有来过哈萨克斯坦。这片雪域圣地究竟有多特别？我和 Tom 马上去体验。可以感受到高山的反应，就是走2步路你就已经开始有点晕，真的是有点担心，我不懂自己能不能够做到这个活动。Let's go. Oh. Transformation your weight, yeah. Oh. Nice. Good. Tom 呢是一个很好的导师，很耐心的在身边陪伴我。Nice. 哇，那个感觉真的太棒了，感觉是好像是自己在飞一样。哇，就做 Superman。Yeah. Oh. It's okay. It's first time. 我刚刚在这里摔了一跤，因为这个斜坡这里太陡了，所以我摔了一跤。不过还好，没有受伤。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significance of Shimbolak for the people of Kazakhstan or the people in Almaty? Ну, сейчас в Алмате есть одна большая проблема. Проблема экологии. У нас, как видите, если вниз посмотреть в город, есть смог. Поэтому горы для нас вот очень важны. Мы когда поднимаемся сюда, мы дышим свежим воздухом. Все твои проблемы кажутся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ми. Ты здесь заряжаешься, еще больше получаешь силу, энергию. И обратно дальше спускаешься и делаешь свои дела. Поэтому для нас горы это прям очень важно. Let's go. Tom 说，他曾经以为这里是只属于富人的世界。6年前，他终于站上这片雪地，才发现自己错了。Yes. 他遗憾没能早点来，早点感受滑雪的快乐。如今，他骄傲地告诉我，琼布拉克就是他们最爱的滑雪天堂。来到卡扎克斯坦有一个这样的滑雪的体验，我觉得就会让你整个行程你会更加的难忘，很有活力、很有朝气的一个冬天。滑雪结束了之后，我们又去体验另外一个活动。我身后这个溜冰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大的高山溜冰场——梅杜溜冰场。哇，你们看看这个溜冰场有多大？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溜冰场哎！位于海拔1691公尺高的梅杜溜冰场，它的面积约相等于1.5个足球场这么大。这里不仅曾诞生多项世界纪录，还见证了无数传奇滑冰赛事。在高山之间滑行，感受速度与冰雪的碰撞，这才是极境之旅最独特的体验。
走。哇哦！现在我可以去溜冰喽。哇哦，有些真的是好厉害滑，我是属于初学者了。好累。这溜冰场真的是很大，我绕了一圈，大概花了5分钟左右吧。人也很多，但是你不会觉得很拥挤，因为它真的很大。这个体验跟以前的是完全不一样。以前我去溜冰的那些场地都是很小的啊，都是在百货商场，然后里面一个小小的空间，然后所有的人就在那边打圈子这样子，所以转几圈之后你的头都晕了。梅杜溜冰场的冰面质量世界一流，不少冬奥选手都曾在这里训练。卡扎克斯坦的国旗，我们去拍拍它好不好 ？Hello，How are you？ Hello。Yeah。你好，你是真的中国哪里？新疆的哦，你好，第一次来这里吗？还是以前来过？哇，真没想到，我竟然还遇到会说华语的朋友，在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语言，格外亲切。Where are you from? Kazakhstan. Oh, very nice. 真的是太棒了。今天真的是太精彩了。真的是很充实的一天，也耗尽了我全身的体力。不过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体验。Let's go. Nice. 我来到哈萨克斯坦的滑雪场，尽情享受了滑雪的速度与激情；而在溜冰场，又感受到了冰雪世界的独特魅力。Where are you from? Kazakhstan. Oh, very nice. Hello. 真的是太棒了。可是这座城市的精彩还不止于此，接下来还有什么惊喜等着我呢？哇哦！你们看看这五彩斑斓的香料、干果、水果，还有各式各样的当地特产。一踏进这个绿市场呢，它简直就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这就是阿拉木图的绿巴扎，它建于1875年，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传统市场之一。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特色食材，是名副其实的中亚美食宝库。一进去里面就看到哇，琳琅满目，可以看到哎，当地人喜欢吃的是什么，喜欢用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是认识一个当地文化的一种方式。这么大的巴扎，还会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呢？哇，这些苹果好大。Are these local produce? Yes, that's why our city is called Almaty, because Alma means apple. So it's the motherland of apples, city of apples actually. 哦，原来这些苹果大有来头。阿拉木图在哈萨克语的意思是苹果之城，而这里也被认为是苹果的起源地之一。哇，不懂它的味道是怎么样，我应该买一个来试一试。I should buy one to try. Yes, definitely. 嗯，哇，哎，很甜，很香，它是苹果的香味。然后呢，它的口感是怎么样？我感觉我好像是咬了一大口的棉花。Oh, it's very nice. Thank you. Bye bye.
在绿市场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他们的售卖肉类的区域吧。因为哈萨克斯坦呢是一个回教国家，很多观众朋友都有去过马来西亚吧。卖猪肉的区域它是隔开来的，可是在这里呢，你看，这边是卖猪肉的，这边是卖鸡肉的，都挨得这么靠近，这就完全展现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多样性。这种文化的包容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但这里真正的特色还在后头。哇，马肉才是绿巴扎的主角。这些都是马肉，跟牛肉的颜色很相近。哇，好大好大的马腿，各种各样的部位。马肉和各种马肉制品在哈萨克斯坦可不仅仅是食物，它更是一种文化象征。游牧时代，马是哈萨克人最重要的伙伴，而马肉则成为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味。我一定要来好好的探索这独特的美食文化。哇，这里有很多马肉制品哦。Hello， 嗨。И потом наши предки раньше ели конину и пили кумыс. То есть мясо покушал, оно очень сытное, вкусное, легко усваивается, и поэтому оно у нас стало как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традиционным мясом, блюдом нашим. 这家档口的马肉产品全是手工制制，不仅部位丰富，还有多种腌制和熟成方式，每一种都展现出哈萨克斯坦独特的饮食文化。那哪一个部位的马肉是最适合，也是最香来做这些马肉制品的？ Самая вкусная часть у конины – это реберная часть. Вот с ребра, который снимают мясо, прямо с ребра снимаем мы, получается такая колбаска конская. Она очень вкусная, сочная, нежная. Попробуйте. 哦，来尝一尝哈。他说这个是肋骨的部分，很香啊。除了新鲜的马肉，他们还制作风干马肉，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可是非常好奇。这个是有带辣味的啊，有点香辣，但是口感呢很有嚼劲，很扎实啊，感觉越嚼越香。在众多的这些马肉制品当中，哪些是最受欢迎的？ Самым популярным у нас считается казы. Вот у нас есть казы вареные и есть казы копченые. Это самое популярное. 这就是他们自家制作的国民美食，特别是有贵客到访时必不可少的待客佳肴。我买了很多的马肉。马肉是非常的健康，它有很多的维生素，不单是这样子，它也没有胆固醇，所以它是一个很健康的一种肉类。来到哈萨克斯坦呢，就一定要去尝试啊！你没有吃到，你就是真的走饱了，我告诉你。逛完绿巴扎，肚子满足了，接下来就该喂养心灵。我要去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感受这座城市更深层的魅力。这座升天主教座堂高度56公尺，它是全世界第2高的木质教堂，它也是哈萨克斯坦的象征。这样的建筑奇迹，究竟是如何打造的呢？自1907年建立以来，这座教堂一直静静地守护着阿拉木图。最令人惊叹的是，它完全没有使用任何钉子建造。即使经历过地震的考验，却依然屹立不倒。走在这个教堂里啊，你会被他们这些精致的壁画，还有这份宁静的氛围呢所包围。这里不仅是东正教主教座堂，它也是阿拉木图丰富历史还有文化多样性的象征。而今天要带我参观这座教堂的，可不是一般的导游哦。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кафедральный собор явля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й доминантой нашего города. И этот собор любим многими людьми, и мусульманами, и людьми других вероисповеданий. Это мой любимый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кафедральный собор. Yes, it's very impressive. When we were outside looking at it, wow. 从外面你看到它真的是很壮观，而且我很喜欢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就是哇，很鲜艳，很凸显。然后你会觉得它就像童话故事里的梦幻城堡。更令人惊叹的是，100多年前的技术无法建造石质大教堂，所以他们用木头搭建，并巧妙地仿照石材外观，才有了这座精美的建筑。神父还带我看了他最珍爱的藏品，一件承载教堂历史的宝物。Mother Mary and Baby Jesus. Yes, it's very ancient icon, very interesting and very main icon in our cathedral for our people. 另外，我也注意到一幅特别的画，竟然有华人的身影，这背后藏着什么故事呢？ These are all Chinese people. So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picture? О, эт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ая икона. Здесь изображены китайцы. Это христиане. 原来这幅画描绘的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殉道者，这些华人并未参与政治斗争，却因信仰而牺牲。他们的故事，如今被铭刻在这座教堂里，静静诉说着那段历史。Father, is there a place or a special corner for you in your heart, in this church? This very difficult question for me. Oh, really? Because all my church in my heart. 今天有机会和神父聊天，了解他的故事，也更深入地认识这座教堂，让这次造访变得特别有意义。这里不再只是一个景点，而是它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我现在就是要去阿拉木图一个叫做 Burba 的酒吧。对了，你没听错，它确实就是酒吧。我要带你们去体验这个城市夜晚的另一面，跟我来。哎，怎么是服装店 ？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Burba. Up there? Oh, OK. 感觉上这个地方有一点隐秘哦。啊 ，OK。看到了，Burba在这里。哇哦！ The bar culture, I think it's a part of Almaty, not the Kazakhstan itself. We connect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good cocktails and arts as well. Our signature cocktail. Wow, 好好喝哦，它有一点酸梅的味道在里面。And some apricot as well. 阿拉木图呢，它给我很多的惊喜。在一个回教国家，应该到了晚上就大家就休息了嘛。可是，在阿拉木图的夜生活非常的蓬勃，就变成了是一个很年轻、快速在发展的一个城市。 We have a lot of religious people and liberal people and non-religious people as well. And Kazakhstan is a secular state. And I can say that they are really open-minded. Yeah, open-minded. And the truth is this. As a foreigner, I'm not expecting such a vibrant nightlife in Kazakhstan. It's amazing. And cheers to that.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Welcome. 这里的夜生活既热闹又别具风情。想体验阿拉木图精彩又神秘的夜晚吗？
这里绝对值得一探。哇，这些苹果好大 ！Look at that！ 哇，很香呢。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处处充满惊喜。离开阿拉木图，我即将开启一段截然不同的旅程。这里没有城市的繁华，也没有市场的喧嚣，只有无尽的荒野。远方的山峦和一片等待我去揭开的神秘之境。我的目的地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方，距离阿拉木图约250公里。一路上公路蜿蜒，穿过广袤的草原和戈壁，大约4到5个小时的车程，我就将抵达这片隐藏在大漠深处的奇景。它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终于到了，这里是阿尔金艾梅尔国家公园。它可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国家公园，面积超过4600平方公里，几乎是6个新加坡这么大。这里不仅有连绵的戈壁，还有色彩斑斓的山脉，千年不息的歌唱沙丘，甚至还能找到史前动物的化石。更特别的是，这里曾是成吉思汗西征的必经之地，至今还留存着古老的石刻。如此神秘又壮丽的地方，究竟藏着哪些不可思议的景象？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去探索吧。哎，等等，那是什么？远方的地平线上好像有东西在移动，是错觉吗？就在那边，在那个山脚那边。哇，大概有30头。阿尔金艾梅尔国家公园就像是哈萨克斯坦的野生动物秘境，这里生活着大量珍稀动物。今天能够看得到这些野驴，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了。哇，好美哦！ Huh? 啊 Car problem. ？What? Didn't fix it. Car problem? Yeah. Really? Yeah. 糟糕了，糟糕了！从国家公园的一端到另一端，足足有400-500公里，是一片真正的荒野。在这样的无人之地，要是没办法继续前进，那可真是大麻烦。到底该怎么办呢？还好呢，我们的司机 Rama 他就说他在这里认识了一个人，然后他说他懂得修车，而且在很偏僻的一个地方，而且没有水，没有电。在这荒无人烟的国家公园里，竟然有人居住，这究竟是怎样的生活？直到远方终于出现房子，那一刻总算松了口气。Ол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Здорово, как дела? Да, у нас хорошо. У нас Hello，我们的英雄来了。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 Ну, мне не устраивает суета городская. Даже не думаю об этом. Здесь меня все знают. с машиной проблема здесь небольшая. Не знаем,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Пыль попала. 哦，原来是空气滤清器被沙尘堵住，影响了引擎的动力。调整一下就能继续上路了，总算可以放心喽。
Thank you。哎 ，sorry， 你是英雄，你不可以这样快就走啊！我想问你，我听说你是一个隐士，为什么你会选择远离市区，然后住在国家公园，在这么偏远的地方生活呢？ Ну, мн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тишина, покой, свежий воздух, природа. Ну, меня здесь содержит хозяйство, занимаюсь крестьянским хозяйством, помогаю людям, много друзей здесь.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搬回去城市生活？ Но город не для меня. В городе суета, людей много, люди злые, а здесь все радостные, довольные. 在荒野中生活是怎样的日子？我实在忍不住好奇。每天清晨，他要喂食牲畜，处理农务，空档时还得修理设备。在这片杳无人烟的国家公园里，他不仅是牧人，更是旅人的救星。他是一个奇人，我觉得。虽然说远离城市，少了很多的方便，可是他却在这里找到了一片宁静，所以我很尊重他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他说要让我去学习怎么驾这个拖曳机。 Вот это сцепление. Clutch. 嘿，很好玩哎！你看，我会开拖曳机喽！呜呼！怎么样？我厉害吗？厉害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开拖曳机。小的时候就很向往有机会可以开这种拖曳机啊，或者是铲泥车啊，就感觉很帅，对不对？哎嘿嘿，呜！ 耶！这不仅是旅程中的一次新奇体验，更是我儿时梦想的一次重现。耶！圆梦了，圆梦了！因为那个是我3岁、5岁的时候想做的事情，今天50多岁可以变成3岁，了不起吧？OK， 不要吃屎了我。Rockman，Thank you。 На здоровье. 车子修好了，我接着赶在日落前深入阿尔金艾梅尔国家公园。一路上风景变幻莫测，每一步都是大自然的惊喜。这里就是国家公园最震撼的景观之一——阿克道山脉。到了冬季，这里的游客稀少，整个区域宛如另一个星球。今天我们就要靠着无人机的视角来探索这独特的地貌。起飞吧！阿克套山脉位于阿尔金艾梅尔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带，海拔最高可达1200公尺，被誉为哈萨克斯坦的彩色峡谷。它的岩层形成于白垩纪，已有7000万年历史。因富含矿物质，山体呈现绚丽色彩，宛如大地的调色盘。从空中望下去，连绵起伏的山丘就像是凝固的波浪，每一道纹理都是地球演变的印记。而当我真正走进这里，那种震撼实在无法用言语形容。哇！站在当中，真的感觉到自己非常的渺小，因为你四周围都是高高的山包围着你，非常的壮观。阿克套山脉的震撼，不只是眼前的风景，更是内心的触动。哇！我来到哈萨克斯坦，在阿尔金艾梅尔国家公园探索了这一片神秘土地的自然奇迹。很好玩哎！这里就是最震撼的景观。哇，非常的壮观啊！圆梦了，圆梦了。
巴什村，这座静谧的小村庄是通往阿尔金艾梅尔国家公园的大门。旅行者在这里短暂停留，整装待发，迎接大自然的壮丽奇观。而我则走进了一家农场，去拜访一位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的人物。Это моя родина, я там родился, в той местности, и мне было интересно присоединить их охрану. 15 лет я связал свою судьбу с охраной животного мира, также дикой природы. 阿尔金艾梅尔国家公园是哈萨克斯坦的生态瑰宝，而眼前这位老人卡利克曾是这里的守护者。他倾尽心血，只为守护这片土地的原始之美。如今，他卸下重任，回归乡野，在自己的农场里与自然共生，延续他的信仰。Окружающая среда – это наше богатство, я считаю. Годом, с каждым временем, как говорится, расширяется территор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парков, особо охраняемы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Это благо будущего. 但真正的责任不只是保护，更是传承。好好守护这片土地，并将它完好无损地交给下一代。告别了农场，我们来到了伊犁河畔。这里不仅风景优美，更是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哦。你说我们在这里看到野生动物的几率是不是很高啊？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имеет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животного мира в данном участке. 这里栖息着160种鸟类，包括迁徙鸟和留鸟，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天堂。通常在这里啊，可以看到哪些野生动物呢？ Ну, тут животный мир очень богат и уникален. 卡利克告诉我，这里最重要的物种是亚洲野驴，最初只有28只。如今已经壮大到3000多只，实在是令人惊叹。而瞪羚则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领养之一，他们把这片土地当作天然产房，在这里诞生、成长，然后奔向中亚的广阔天地。 Если не будет Жайрана в Алтайнемеле, его не будет в Азии. Это вопрос. 现在我就跟他一起去探索野生动物，希望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野生动物。我们的车子呢，开着开着，突然间就停了下来。哎，就在前方，我们发现了一群瞪羚。 距离他们大概300到400公尺的这个距离呢，慢慢的去观察他们，就从这边这样子慢慢看。跟着卡利克，这不仅是一段深入荒野极境的旅程，更是一次与大地对话的体验。看到很多很多的野生动物。 觉得这个国家公园呢，是对于喜欢看野生动物、喜欢大自然的爱好者呢，你们必定要来的地方。太棒了！Hello, Mr. Khalid。在哈萨克斯坦，我探访了国家公园的守护者。 体验劳动的辛苦与收获。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哦！踏入荒野，见证极境之美。
看到很多的野生动物。离开阿尔金艾梅尔国家公园，我一路向东进发，前往恰伦国家公园。两地之间的距离约200公里，车程4小时。沿途，我将穿越哈萨克斯坦的壮丽草原，欣赏辽阔的草原风光和远处连绵的天山山脉。哇，你看。这个景色很漂亮，对不对？我们到了峡谷边缘，我们还没有正式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但是我们现在出状况喽！你看，轮子爆胎了。Oh no！ 旅途中，路上的变化和意外状况，往往是极尽冒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就是极境之旅最刺激、最好玩的地方，因为每一天都是有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轮胎在司机的巧手下成功修补，车子可以继续上路了。现在我们就在峡谷的中央，你看，哇，我们身边都是大石头，你看这些大石头好美。终于抵达恰伦国家公园。恰伦国家公园的峡谷闻名遐迩，但今天我真正的目的地是贝斯塔马克峡谷。蜿蜒的峡谷道路正带领我们深入这片鲜有人知的秘境。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巴斯塔马峡谷，这个峡谷的地貌真的是令人惊叹。贝斯塔马克峡谷是一个藏在恰伦国家公园边缘的秘境。坐落在城堡谷与特米尔利克河之间，因为它的地貌与恰伦大峡谷相似，却更加低调神秘，因此被称为小恰伦峡谷。好不容易来到了一个这么美的地方，刚好是午餐时间。现在呢，我就要跟我们的司机还有 Max 搞一个简单的烧烤会，就在河边。Let's go！在这样的地方，当然要来一场最原始的野外烧烤。这个就是我们烤沙爹嘛。想象一下，在壮丽的峡谷之间，听着河水流淌，感受微风拂面，烤着香喷喷的肉串，这才是极境探险该有的仪式感嘛。3个人坐在那边喝着茶，吃着肉，哇！我感觉自己真的很像是一个哈萨克斯坦的人。来了这么多天，其实我很好奇，在本地人心中，哈萨克斯坦最美的地方会是在哪里呢？ Везде по-своему красиво. Весь Казахстан индивидуален и не похож. Каждый регион разные, по-своему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ые. I've been to most of the places, and the nature is so diverse and unique. Cheers to good health and cheers to Kazakhstan. Yeah. 午餐过后，我决定独自探索贝斯塔马克峡谷，感受这里的震撼之美。享受这个大自然是我这一个行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会让我很难忘记。从城市的喧闹到雪山的纯净， Let's go！ 再到荒野的壮丽与秘境的震撼。哇哦！慢慢的去观察它们。这一趟旅程带我穿越了哈萨克斯坦截然不同的风景，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但这还不是终点。
接下来，我将搭上苏联老火车，驶向突厥斯坦。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又会遇见什么样的故事呢？百年老树，敬请期待。奇迹之旅。